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зад. 欢迎回来。前2集，我们穿越乌克兰时空，见证基辅罗斯的兴衰。今天，我们聚焦莫斯科，这个从蒙古阴影中崛起的邻居，如何成为沙俄帝国的基石。途中，我们还将解开黑罗斯、白罗斯、红罗斯，以及小罗斯、内罗斯、全罗斯的命名之谜。故事从基辅的末日开始。公元1240年12月7日，基辅罗斯的都城在蒙古铁蹄下化为灰烬。金帐汗国横扫罗斯，草原政治重掌这片土地，时间仿佛倒流至哈扎尔人、斯基泰人时代。罗斯王公们面临抉择。来自切尔尼戈夫的米哈伊洛选择反抗。1246年，切尔尼戈夫城下旌旗遮天，蒙古大军压境，米哈伊洛拒不投降，斩使者以明志，是与城共存亡。城破，蒙古将军博尔术召他至前，命他向灌木叩头，这是献于长生天的祭坛，是蒙古天命的象征。米哈伊洛挺身而出，目光如炬，大声怒斥：我绝不向异教灌木屈膝。博尔术震怒，下令斩首。刀光一闪，鲜血洒在异族的土地上。他身死，但名留不朽。罗斯编年史记下这一页，他为信仰赴死，成殉教之英雄。来自弗拉基米尔·苏兹达尔的亚罗斯拉夫二世误事。1243年，他奔赴萨莱，向拔都称臣，换取了弗拉基米尔大公头衔，为东北罗斯埋下了复兴伏笔。来自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丹尼洛走了中间路。1250年，丹尼洛穿越草原，历经蒙古诸部，抵达萨拉，在大汗宫殿前简短寒暄后，获准觐见。宫中，蒙古大汗拔都端坐龙椅，众臣环列。丹尼洛俯身跪拜，请求蒙古庇护加利西亚王国，并争取更多自主权，以抵御波兰与匈牙利。拔都沉声回应：你是附庸，我可护你，但你须忠诚，不忘恩赐。丹尼洛坚称愿效忠，愿献军民助战，只求基本自由和资源，以保国土。拔都微笑，语带深意，有智慧，知自由之重，但一切自由皆有代价。他起身宣布：我给你一次试炼，加利西亚战士须为我出征一次，若成功，权力与自由皆如你所愿。丹尼洛知此举凶险，却别无选择。他饮酒具叩头，承诺纳贡参战，获得了亚尔利克统治授权，公国成了蒙古保护国。在蒙古大汗的庇护下，丹尼洛开始复兴他的王国经济。编年史写道：每日有人从鞑靼人手中逃来，有吸引安将等等，这里百废待兴。当然，他从未忘记反抗，在觐见蒙古大汗的归途中，结识了教皇使者若望勃朗嘉宾，筹划着一场新的联合。蒙古入侵后，基辅罗斯分裂，西方文献开始以 Ruthenia 称这片土地，并用颜色区分。黑罗斯指涅曼河上游，如格罗德诺；红罗斯指加利西亚，如利沃夫；白罗斯出现于弗拉基米尔·苏兹达尔。14世纪，德国诗人海因里希记录黑罗斯与红罗斯，这些颜色或源自蒙古传统，黑为北，白为西，红为南。1253年，教皇英诺森四世册封丹尼洛为罗斯国王，号召联合西方力量讨伐蒙古。这一举动震动了整个东欧，也激怒了东正教世界。与天主教联手，被视为对拜占庭传统的背叛。丹尼洛的加利西亚王国逐渐被东正教孤立，信仰与政治的夹缝中，王国陷入困境。14世纪初，大主教彼得将东正教驻地由基辅迁至莫斯科，这是一次避祸，更是一次战略转移，为了保全信仰纯洁，也为了寻找新的中心。莫斯科从此走上历史舞台，逐步取代基辅，成为东正教的堡垒与罗斯的希望。丹尼洛死后，加利西亚分裂，14世纪被波兰和立陶宛吞并，红罗斯光芒暗淡。
与莫斯科的白罗斯形成鲜明对比。镜头转向莫斯科。13世纪，它不过是弗拉基米尔·苏兹达尔公国中的一个偏远小镇，由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的后代治理。蒙古的间接统治成为关键机制，他们发出亚尔利克统治授权，让罗斯王公代管地方，代征赋税，战时出兵，谁得亚尔利克，谁便掌握合法性。1252年，大汗蒙哥册封亚历山大为弗拉基米尔大公，这是蒙古对忠顺者的奖赏，也是一个历史转折点。从此，他的家族掌握税权，逐步控制通往东方的资源命脉，莫斯科开始崭露头角。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去世后，其幼子丹尼尔继承莫斯科。1300年，他夺取科洛姆纳。1303年，又继承佩列斯拉夫尔·扎列斯基。莫斯科的版图首次超出原有小镇范围，一个崭新的公国轮廓浮现。草原帝国阴影之下，丹尼尔悄然为莫斯科奠基。公元1325年，伊凡一世前代子登上莫斯科宝座，他主动承担蒙古的首席包税人，换来特权与信任。1327年，特维尔爆发反蒙起义，伊凡带兵血洗全城，毫不留情。这场屠杀换来大汗乌兹别克的信任，他被正式册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，拥有罗斯合法性。税收堆起财富，财富换来权力。1331年，东正教大主教驻地迁至莫斯科，信仰的中心与金银一同落地，白罗斯之名开始与莫斯科深度绑定。公元1359年，年仅9岁的德米特里·顿斯科伊登上莫斯科大公之位。彼时金帐汗国仍掌握天命之权，罗斯诸侯四分五裂，割据而弱。1380年，库里科沃战役爆发，德米特里集结罗斯诸军，伏兵于顿河草原，一举击败金帐汗国摄政者马迈。这是罗斯历史上首次对蒙古人的正面胜利，点燃了民族独立的希望。1382年，马迈报复，火烧莫斯科，胜果短暂，但莫斯科的威望自此扶摇而上，成为罗斯真正的核心。1425年，瓦西里二世继位，莫斯科陷入长达30年的王位内战，权臣叛乱，王子夺位，血战不休，罗斯大地沉入混乱。1462年，内战终结，瓦西里二世成功统一东北罗斯，稳固莫斯科大公之位。在纷争中崛起，他令莫斯科坐实罗斯霸主的地位，为未来帝国铺下基础。1462年，伊凡三世登基，他不仅是继承者，更是缔造者。1478年，他挥军攻打诺夫哥罗德，这座延续数百年的自治共和国被彻底镇压。伊凡拆毁象征自由的自治大钟，流放顽抗的贵族，正是将诺夫哥罗德并入莫斯科。罗斯最后的自由城邦归于帝国之手。1480年，乌格拉河对峙，伊凡三世拒绝再朝贡，逼退金帐汗国，200年的蒙古枷锁就此断裂。他自称全罗斯大公，他迎娶拜占庭皇室后裔索菲亚·帕列奥洛格，第三罗马的理念随之而来。莫斯科不只是国家，更是神意的继承者。克里姆林宫升起拜占庭式穹顶，全罗斯一词取代白罗斯，象征统一与帝国正统。公元1547年，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，东正教教廷正式册封他为神授君主，宣告莫斯科不仅是世俗之国，更是神权的合法统治。小罗斯指乌克兰，内罗斯指莫斯科心脏，而全罗斯成为新的国家名。沙俄帝国崛起，黑、白、红罗斯渐行渐远，历史的轨迹开始偏向帝国的辉煌。